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无人列车。小周因为业务繁忙，他常年出差在外，好不容易临近假期了，本以为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，领导呢再一次的器重他，派他去了 A 市开会。在这一路上啊，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怀里，边揣着旅游的热情往外奔走，而他呢，却是欲哭无泪的看着车慢慢的走向了火车站。出发的时间还早，财务给他定的是半夜1点钟。这小周就不禁想起了咒骂了，这领导的祖宗18代呀！嘴巴的念头只在脑海里边停留了一会儿，继而又消失了。就当是出去玩了吧。小周就这样安慰着自己，还有一些想念家里的母亲。常年四外漂泊的日子磨去了当初的棱角，他渐渐地安定了下来。他忘了自己的归属，他摸了摸口袋，手机显示是午夜12点。他想着母亲大概已经睡下了，看着周围的旅客渐渐的少了，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思绪万千，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初恋，想起了自己的前任来，那爱的苦涩，爱的心酸呀。这时候，一声亲切的提醒将他拉回到了现实来。旅客朋友们，本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，请手持车票前往等待区域等候。在等候区等候呢，小周看着空空荡荡的四周，这会儿自然是没有人排队，他大可以慢悠悠地走过去。他划过车票指示灯，由红色闪烁成了绿色，门开了，他径直地走了过去。这奇怪啊，这怎么连个值钱的都没有啊？他以为是交接班吧，却漫不经心地来到了月台。一辆列车从远处无声无息地驶了过来，莫非他订的是磁悬浮？他睁大了眼睛，而车票上分明写的是 K 打头的列车，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而且车厢里边似乎特别的安静。这里并非是始发站，所以他空着车厢应该不大可能吧。他好奇地踏上了这辆诡异的列车，刚松了口气，车门立马就关上了，然后列车开始飞驰。他走进了车厢，四处地环视了一下，然后他就发现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坐了下来。他感觉到有一股渗透没有人的车厢，虽然自由，却容易让人感觉到很困难，呼吸也并不顺畅。这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物种，所以小周睡着了。他感觉到这一觉睡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似的，小孩的哭闹声影响了小周的瞌睡。他懊恼地瞪着旁边，眼前就好像变戏法一样。才过了半个小时，刚才一个人都没有的车厢，现在竟然坐满了人，这匪夷所思啊！难道刚才他们去别的车厢里边了？他想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去隔壁车厢里面看了看，这车厢里边也是坐满了人，这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呀。他看着两边的行李，非常的不解，他索性坐了下来。他盯着旁边的孩子和老人，他心里边现在充满了困难。一个推车推到了他的身边，在上边放着零食饮料，看起来非常的可口。他从钱包里面拿钱递下去，可是那个人竟然没接。他警觉地看向了身后推车的列车员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出现。
那这列车是自己跑出来的？他这会儿又看了看旁边的人，好像都没有去拿的意思。小周纳闷啊，他坐过无数次的列车，他知道食堂在第几节，于是他去找了，在第9车。他找到了厨房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。他感觉到一股子前所未有的恐惧，他连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而这个时候，他周围的人又不见了。他听见广播里边传来了非常有魔性的声音：周先生，欢迎乘坐午夜末班车，加入我们的行列吧。小周歇斯底里地咆哮着，他敲打着窗户，他恨不得立马就跳到车下边去。可是窗外边阴雨连绵的，还有闪电，雷声的效果都惊呆了。并非是恶劣的天气让他胆寒，借着闪电的光亮，他依稀的可以见到窗户外边并不是他熟悉的 A 市郊野，全是一大片一大片像乌鸦一样的东西飞过去，时而低旋，时而冲上云霄。他顺着铁轨清楚地看到，我们将会通向一个阴森森的城堡。他想站起来，无形的怪力硬生生地把他身体按在了座位上，实在是太邪门了。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，车门打开了，小周似乎是被谁绑着的双手一样的往前走，在双腿直发麻，寒风刺到他，来到了城堡大门。厚实的铁门吱吱地敞开了，鬼面武士手持的巨斧奔了过来，看着小周就是一顿猛劈呀。他的身体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体被一分为二，一半压向了地狱，而另一半来到了魔王的殿堂。魔王看着小周丢下的判官符，他一脸的不满：拉走拉走，留着他是个祸害。小周的半截身子紧接着就被扔下了万丈悬崖，他紧接着大腿一刀子，他从椅子上面痴痴地站了起来。原来啊，是一场噩梦啊。他擦了一把汗，他看着四周，渐渐的没人了。他走向了前面，只听到广播里面播报着：旅客朋友们请注意了，本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，请手持车票前往指示区等待。好了，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故事来自网络，不足为信。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订阅关注，别忘了